大家好，我是娟姐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将带领大家做一个新的系列，名叫娟姐创新思维训练系列。在这一系列里呢，我将带领大家一步一步的学习创新思维是如何培养出来的。我们每一期解决一个问题，举一反三，日积月累。最终目的呢是能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问题。我是靠设计和做艺术吃饭的，但是今天呢，我既不讲设计的技巧，也不讲艺术的手法，而是教你们思维创新的头脑运作方式。我想大部分对于艺术和设计感兴趣的朋友们，并不一定说要当艺术家或者设计师，但是呢，对于创新思维的感受能力和运用能力，是需要一天天慢慢的培养起来的。那么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吧。美国的慈善组织 Omaze 的创始人 Ryan Cummings 在 TED Talk 当中曾经说过 You are your memories， 你就是你的记忆。他讲到一个失去长期记忆的病人，每15分钟就要重新跟自己周围的人介绍一次自己。他觉得人生失去了意义，因为不管他经历过什么有趣的事件，家人和朋友们多么关心他，他什么也不记得。可见记忆的重要性有多大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记忆开始做练习。好的，首先呢，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思维训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材料，不仅仅是为今天的单独的训练，也为将来一系列的训练做准备。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本速写本。那这本速写本是我在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买的，当然你身边什么小店买也都可以。那我唯一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它是空白的，这是我自己画的一些小的速写，一些创意。那保证里面是空白的纸就可以，不要有线条的，因为线条的话只能就写字嘛，将来你要画画就会有干扰。像这本是我用来记笔记的，主要是文字。你看就是有线条，那我不建议这样子的，因为这样子将来的话，你要画画就会有干扰，所以这个只是作为不要买这样子的哈。那一支笔，我自己比较喜欢铅笔，那你如果想要用圆珠笔啊、钢笔都是可以的哈，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是怎么样的笔，能够写能够画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再拿一块橡皮哈。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手上现在没有任何的本子，没有有线的没线的都没有，那你可以就拿一张打印纸，白纸总有了吧，那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练习它是一个长久的练习，所以呢你不要拿一张纸，今天做了作业做了练习之后就扔掉了，那你没有办法去回顾。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够有一本本子，将来慢慢的积累，每一期的训练都在里面。那过一段时间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本子拿回来，哎呀，翻看一下我到底学了多少东西。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有价值的。第一步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，放松自己的身心，闭上眼睛，让你的记忆把你带回童年时代。问自己以下3个问题，并把答案写在本子上。1. 童年时代我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？ 2. 童年时代我最爱去哪里玩？ 3. 童年时代我最喜欢跟谁一起玩？第2步，思考以下问题，并把答案写在自己的本子上。1. 我现在可以去哪里吃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？如果没有这样的餐馆，我可以自己做这种食物吗？以我自己为例呀，我是江南人，我最爱吃江南的荠菜猪肉大馄饨。这在国外很难，因为国外没有新鲜的荠菜，我又不爱网购冰冻的荠菜，所以包馄饨时只能用韭菜、菠菜、大白菜等代替。不过呢，我特别善于画饼充饥，
所以我用油画了一大碗秀色可餐的馄饨，挂在自己的工作室里，饿了就抬头看一看。2. 我可以再次去童年时代最爱去的地方吗？那个地方还能给我带来快乐吗？又以我自己为例呀，我小时候呢，爱跟妈妈去动物园，但是现在疫情期间我没法回国，因此只能找身边的动物园来忆苦思甜。没想到呢，还真的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新地方，比如我家附近的一个海龟收容所，专门救治搁浅和冻伤在海滩上的海龟。我觉得很感动，就画了一些关于海龟的插图，比如这几张。最后呢，还因此出了一本绘本书，也是在意料之外的，并在纽约图书馆做了以环保环境为主题的讲座。3. 我有继续和童年时代最爱的玩伴保持联系吗？如果没有，或许我可以尝试着重新联系起来。如果有，那么是时候约出来一起玩了。我这里不是做广告，不过必须承认微信确实个好东西，因为我一直处于在海外搬家和漂泊的状态，所以小时候的朋友很多已经许多年没有见面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依然靠着微信而保持联系，只要一有机会，我们就会见面。虽然相隔多年，可能大家的长相和脑子里的记忆都不一样了，但是思想还是同步的，所以也很好。第3步，用实际行动来实现第2步里自己的答案。吃喜欢的东西，到爱去的地方，重逢喜爱的人，并思考，我通过今天的这个训练获得了什么感受？把它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。今天的这个练习帮助大家训练思维，我们从此时此地的嘈杂中抽离出来，和自己的童年进行连接，重拾童年的幸福感。与其从外界纷乱的世界中寻找各种元素来刺激自己，我们还不如静下心来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和渴望。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，我希望听到你的声音。首先呢，如果你通过这个练习获得了幸福感，能不能在留言里告诉我一声？第二呢，如果你有收获，也请把我的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或家人，让他们也有所收获，获得幸福感。好的，今天的思维训练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请关注我哦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的思维训练了。好的，再见。